们今天来聊聊 Apple Watch Ultra 以及 Apple Watch Series 6在运动上面的差异。我们今天带着这两只表去跑步以及骑单车，这边就要来比较一下 Watch OS 9跟 Watch OS 8在运动数据上面的差异。再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跑步上面运动新的一些数据，以及这次 Apple Watch Ultra 多了双屏的 GPS， 所以在 GPS 的记录上面，我们在台北的街道骑单车和跑步 GPS 会不会更准确呢？就让我们开始吧。看一下 Apple Watch Ultra 跟 Apple Watch S6的差异。数据上面我们可以看到，这边是 Ultra， 这边是 S6。系统版本上面这边是 Watch OS 9。这边是 Watch OS 8，所以有些数据是因为 Watch OS 9，所以提供比较多的数据。那我们现在下来看一下，看到时间都是6.06到6.13，训练记录时间差了几秒钟，是还好的。我们可以看到距离都是1公里。在卡路里上面 ，S6 这边记录比较多。这次 Watch OS 9加入了平均功率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多了一个平均功率，而8是没有的。在详细数据方面，我们来看一下高度方面 ，Ultra 好像比较敏感，这边的波动是比较多的，而这边的高度都是比较缓和，没有那么样的明显。在心率方面，这两只手表是差不多的。配速方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它的数据好像没有那么连贯，这边看起来比较连贯，而这边好像没有那么连贯。而功率这个是 Watch OS 9新增的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前面这边大概是300瓦以上，也就是370瓦，而下面我越来越没有力量，所以我的功率就往下掉。步频这边这两代都是有的。Watch OS 9新增了垂直震荡、触地时间和步幅长度这3个功能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垂直震荡、触地时间和步幅长度来帮助我们来做跑步的训练。接下来我们看到心率的部分，平均心率这边数字还是会有一点差异，比如说像 S6 这边多了2下。这次 Watch OS 9很棒的一件事情是，它把我们的心率把它分成不同的区间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，在这边我心跳跳最快的时候大概有3分钟，第4区间这边大概是2分钟。依据你不同的心跳，它把你运动的时间把它列出来。结束后心率 Watch OS 9跟 Watch OS 8都有这个功能。再来，我们进到重头戏，也就是这次 Ultra 所新增的 L5 加 L2 的双屏 GPS， 我们这边可以看到，我这里绿色点是我停单车的位置，它是在一个楼梯底下。Ultra 就可以做到说，在这边我跑完步以后，我回来这边，我牵我的脚踏车的时候，这边它是有重叠的，而 S6 这边它已经偏掉了，所以在楼梯底下或是大楼旁边，它会判断的比较没有那么准确，所以这2个点就没有交汇。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在跑操场的时候，我有切换线道，当然 GPS 一定会有一些漂移，双屏的 GPS 蛮准确的，但是在S6 这边，我们的操场圈圈就会变得很不均匀，而且这边的偏移量就会变得非常大，所以这是这次 Ultra 在 GPS 上面有很大的提升，更精确的知道我们跑步的数据，以及它在 GPS 上面可以更精准的定位我们的运动。我们在校园里面跑操场这样的运动，也许不足以证明这次的 GPS 有多强。接下来我们就来看我在和平东路上面骑单车的时候所遇到的状况。这边我们也同样的用2只表来记录我们在室外骑自行车，这时候我已经跑完步了，我要去买我的早餐。在训练时间这边，因为我都是同时开启，所以数据是差不多的，都是6分钟30秒。但是在距离上面又差非常多了，原因是因为 GPS S6 比较不准确。我们到最后我们就会看到不准确的样子是长怎样。这一次在动态的卡路里和总卡路里上面 ，Ultra 就会比较多。我也相信这个数据是比较准确的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平均速率就会因为我们 GPS 的差异，所以平均速率会差蛮多的。在心率方面，我觉得这2只是没有太大的差异，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运动、在移动的时候，因为会让心率读得不准确，因为我没有准确的心率量测带，我们就直接从数据上面来观察，像是这边和这边的变异量都比较大，可能就是它 sensor 没有读得很准确。还有这里，在 S6 方面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它蛮多的地方，它的长条形都是比这边还要长的，所以我觉得可能在心跳的
的准确率上面 Ultra 还是会好那么一点点。在高度方面，它们的差异就蛮大的。我在骑单车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从道路跑到人行道上面去，再从人行道切到一般的道路上面 ，Ultra 好像都有把它记录下来。这边的高度是14到19公尺，而一般版的 Apple Watch， 我这只 S6， 它的高度都是15公尺，没有太大的变化。但是我有点好奇这个高度上面的差异，原因是因为我都是在单车上面去骑，而我都是在平面道路上面。难道它这边的侦测是侦测到我骑脚踏车有时候会站起来一点啊，下来一点这样子的差异？但是这个5公尺的差异有点大下面这边就是心率，然后还有速度方面。接下来我们看到心率部分 ，WatchOS 9同样的有帮我们把我们的心率做更大的拆分，我们可以把区间都列出来，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我在骑单车这个运动的时候，通常我的运动状态心跳都是在第2区间，不会有像我刚刚在跑步的时候从第3区间到第5区间是没有的。最后我们在这边我们来看GPS 的资料，我这边我就直接从我们的地图来画下我自己实际上走的道路的位置。我们可以看到 S6 是非常不准确的，画给大家看。我大概是从这个位置这样子骑，然后骑到大门口，从这边骑上来，然后这样过来到这边接到，完了以后呢，我沿着这边骑过来到这边中间这里，因为我要去这边有一个位置是有在卖番薯，但是它今天没有开，所以我就折返过来过马路到这里平 Ultra， 因为双屏的 GPS 蛮准的。它这边有做到的事情是，我在这边拐弯，所以它这边也有相对的做到拐弯。前面这里的拐弯是没有那么准确的，蛮清楚的定位出我在这边有停下来买东西，但是这里它就是有很多个点，没有那么样的仔细。所以在这一侧，这2个都是正确的，我都是骑单车在这一侧。Ultra 更精确的把我们的线画在离马路最接近的位置，而 S6 它的 GPS 有点跑到房子里面去，可能是因为它看不到，所以这边有一些可能都是用猜的。接下来这边道路的转弯就差了更多了，我们可以看到双屏的 GPS 可以让我们在这个巷子这边走得很直线，因为我单车就是这么骑的。但是在这边我们的 S6 它的偏移量却是很大的。当我骑回来了以后，这边过马路，虽然 Ultra 没有是一个垂直的直角，但是它也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是骑在和平东路的这一侧到这边做停止。但是我们的 S6 它的问题是，第一个它猜错边，再来是它停到的位置也不对，它停到的位置在这边停下来，但是我们实际上我们是骑到这里，这里呢是一个转角，这里是一个工地，旁边这里是银行，这个结束的位置完全是错误的，它应该是在这个位置。这样子的偏移量是非常大的，我们在骑单车记录下来的就有非常大的差异。这边是一个我简单今天早上起床运动，我看到这2只表所带来在 GPS 上面的差异，以及 WatchOS 9升级了什么。有一些功能，像是心率的这些功能，还有跑步的垂直震荡、触地时间和步幅长度这些功能，我们的 S6 和 S7、S8， 只要你有装上 WatchOS 9，都可以享受到这些功能。所以 Apple Watch Ultra 主要它的差异点是在于 GPS 的方面。在操场这边，在重复的这个位置，这个操场的椭圆的精确度，我们可以看到差异是蛮大的。在街道上面，我们可以看到居然会差隔一条街这样子的差距。Apple Watch Ultra 是没有这样子的问题，所以它可以很精准的让我们看到所有我们经过的路线。好的，这边是一个简单的分享，拜拜。